这有点太多了。我直播一直都很随心。哎呀，这个光有点太亮了。不好晒啊！白面馒头，你老公来了吗？你老公上周来了吗？走了。卡了，我现在卡吗？我卡吗？不卡呀。卡的退出去，然后重新进一下。把脸头缩小一点。手头。酒吧呀，酒吧去年就关了，去年8月份关的。小头，小头。
什么时候去日本读书？我近期要先去日本的那个语言学校，先去考察一下。毕竟咱们就是得稳妥一点嘛，因为我也没在日本生活过，我就去过一回然后去日本的语言学校去看一眼，去现场去看一眼，也就是近一周左右吧。我应该就会去日本去看一下，看完了之后，然后再选择，因为我要看很多语言学校，然后到时候就直接选哪个学校就好了。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语言学校我觉得学费至少一年得几万块嘛，对吧？那还是要谨慎一点。我正好也好久没去日本了，我就去看一看。可是我有初恋了。深圳还有什么好玩的熊吧吗？你喜欢什么类型？你是喜欢老头儿还是喜欢小孩儿？我得先问清楚了。深圳有好多个酒吧，我基本上老板我都认识。我这个没有个人色彩的30左右岁的，你可以去那个798你可以去798或者11楼，798或者11楼。30左右岁，我不知道你喜欢熊还是猪，就是你对熊的定义是什么？如果说你喜欢小猪的话，你就去11楼去11楼，那个叫11楼，就在宝能你要喜欢那种就是轻松一点的氛围，就不是那种特别压抑的小酒吧的话，你就可以去798这2个老板我都认识。就是看你的，就是你想去什么酒吧，因为酒吧分好多种，有的是那种就是纯酒吧，有的是那种就是类似于看人的约人的地方，所以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而且每个人对熊的定义也不同。纯玩都是纯玩你想玩什么你得告诉我，就是酒吧我都知道。深圳最出名的是老头吧，中年老年老头吧深圳最火爆的就是老头吧，应该这么说，全国老头吧深圳No.1，深圳的老头吧是最棒的。所以你就看你喜欢什么类型你要喜欢40多岁的那你就去老头吧，40-50岁的那种。你要喜欢小猪，然后就是那种同性恋，然后就想去过眼瘾，然后又有一个地方沙发坐着，那你就去11楼。你要想去那种就是小酒馆的那种氛围，酒吧不大你就可以去那个798。好可惜没有去过艾尔斯，不可惜，一点都不可惜。我开酒吧开了3年半，你不去，完了现在你突然给我来一句好可惜，一点都不可惜。我开了3年半，你也没抽空去，或者说你也没觉得可惜，完了现在我关了，你觉得可惜了，一点都不可惜不用整那些没用的你想去艾尔斯，你健身健好了吗？以前上高中，那你现在你刚毕业，你也不要去酒吧乱嘚瑟。大学生也不建议去好好学习。你要看吗？你也不给看呢。墨迹这么长时间，一张也没发过。
我怀疑你是跟大家身体结构不一样，要不然你也不会不给我看啊。你跟我们身体结构不一样，你自卑是不是？你没有小鸡鸡儿。我只能这么理解，你没有小鸡鸡儿。气死了！我爱你，你爱我。你什么时候重开耳色？我没有打算开呀。你想我了，你想我了，你请我吃饭啊，你请我吃那个人均1500以上的怀石料理，我就会出现。你是国服大司命，吹牛逼的，昨天被虐的呀，真的很不客气。那你装什么？微信里我都懒得搭理你，在那块儿就在那块儿气我。其实你有点神经病，你知道吗？不是国服黄忠吗？我大司命，我觉得大司命会更好一点。哪有气我？就是你跟我玩的不一样，你跟我接触的人也不一样。就那个小白什么的，你愿意跟小白玩，我都觉得好奇怪。是小白，你去跟小白喝酒，小白会给你钱是吗？就为什么大家就是，就很奇怪呀。你是赚钱去了吧？这是酒店的吹风机，不是。这个可以结冰是吗？不太确定，因为这不是我的，这是小大夫。
你们最近看浪姐了吗？你们看陈德容和王蓉的瓜了吗？你们看那个陈德容和王蓉的瓜了吗？浪姐6。没有讲，那你们没看过讲什么呀？陈德容和王蓉，浪姐6。我爱你，你爱我。今天刮胡子了，今天头发稍微长长一点，一开始这个头发就特难看，现在还行了。我今天在家又看了一遍101，哎呀，真的是吴宣仪，我真的是喜欢不起来，真的是我这是怎么这么烦吴宣仪啊？我就是烦，我就是不喜欢这种人啊，就是不喜欢，还是喜欢山治大哥。哪怕他出事儿了，我也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小女孩。我喜欢徐梦洁，徐梦洁我也喜欢，我还喜欢那个高颖熙啊，高颖熙是不是？那个我也喜欢。后来没雪花，今天又看了一遍，看了一整天，看了一下午，看到11点多。从下午2点看到11点多，我的天，真的是看得头疼。苦尽甘来遇见你，好像最近很火，对，最近很火。那这个我也没看，小大夫呢？小大夫分手了，你还总提我前任干嘛呀？对吧？是谁的小眼睛那个吗？王蓉是那个谁的小眼睛？什么玩意儿？不知道，是谁的小眼睛那个吗？你说的那是王菊，那是王菊啊，不是我就是王菊和陈德容这个事情，我看了，我就看的特别有意思。我就觉得，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件是怎么回事儿，就是有一个叫陈德容的，陈德容是谁呢？陈德容是80后的琼瑶女郎啊，就是80后，她演了什么《梅花三弄》，然后她当年也是非常红，然后在那个琼瑶这边演了很多剧啊，陈德容。大概今年50多岁啊，这么一个女的，长得特漂亮。然后呢，
他就作为队长，然后选队友，然后就选了那个黄蓉，然后最后又加一个就是备选，就是因为最后黄英没人选，所以黄英就属于王菊他们和那个王蓉和陈德容那伙儿的啊，所以他们就搭了一个组合然后呢，这个陈德容呢，因为他50多了，再加上他是演员出身，王蓉呢是唱跳出身啊，然后呢，这个黄英是超女出身，所以呢，就是综合来讲的话，王蓉她就因为有唱跳的经验，所以她在布置一些任务的时候，王蓉就完成的非常好。而黄英呢，因为她算是选秀出身，所以再加上她年轻，她尽管是学习能力没那么强，但是她也勉强能跟得上。但这个陈德容她因为50多岁，而且她又是演员出身，所以她对唱跳完全没有经验，所以呢，这导致了老师在教舞蹈的时候，陈德容就跟不上。但是呢，陈德容她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点，就是什么呢？她因为跟不上，所以呢，她就比较的，就是乱了，她没有章法在学这个东西。最后呢，就导致了就是什么呢？导致了他的进度跟不上，然后他缠着舞蹈老师给他抠动作、抠细节。但是王蓉因为他的舞蹈有唱跳经验，再加上呢，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 ENTP， 反正就是一个比较执行力比较强的人。所以呢，他就会觉得说，要不让老师先把所有的动作教完，然后呢，再让老师慢慢抠细节。就算老师不帮你抠呢，我王蓉学会了之后，我也可以帮你抠。要不然的话，你老师前面就是不整体过一遍的话，他也学不会，所有人的进度都搁置了。所以说就这么一个事儿。其实，陈德容呢，我觉得他也是，我觉得我说句非常直白的话，我觉得老一辈的艺人，他们之所以能红，其实就是他们的时机比较对。你比如说，陈德容也好，包括赵雅芝也好，包括有一些演员也好，我觉得他们的演技，说真的就是跟一些演技比较对味儿的一些演员来比的话，他们真的是比较弱的。包括有一些歌手也是，包括辛晓琪包括老一辈的歌手，比如说反正就老一辈的歌手，他们其实唱功也是非常非常一般的，只不过说他们在一个时代的一个他们吃了一个时代的红利，可能那个时候竞争没有那么大。但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选秀出来的孩子和选手，他们综合能力要比老一辈要强很多。所以陈德容呢，其实就是有一点点着急，他就没有这么紧迫的去做一件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所以他就特着急他就有情绪，就是他就有一点点就是就抓住老师，让老师再教嘛。但是王蓉的观点也很对，就是说，那先让老师把整体的教完，把我教会了，我可以帮老师去教你，或者说，这是一个节目，我们不能按照就是现有的这个进度去呈现给大家，所以他就着急。这里我觉得最终的爆发点其实就在于黄英这个人。黄英这个人呢，按照我的理解的话，他是一个比较傻嘚儿，他是一个傻嘚儿。怎么来形容这个人呢？就是他觉得他一直在劝，他一直在沟通，在表达，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他的方法方式用错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关键的点，陈德容没有因为王蓉说的话发火。陈德容是因为什么发火？陈德容在发火的点其实是在于王蓉和黄英
他俩在那儿去探讨陈德容这个进度的问题。就好比如什么呢？我数学差，然后呢，他俩是想帮我，但是他俩因为怎么帮产生了分歧，然后他俩就无形当中就在你面前的去表现出那他数学就是差呀，那他天生就这么差呀，那怎么办呢？就反正就探讨陈德容数学差的这个事儿。所以呢，这就无形当中的让陈德容这种老一辈的偶像明星就有点挂不住脸了所以呢，陈德容在发火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就跟王蓉去发火了，因为恰好那句话的是王蓉说完了，陈德容发火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他发火不是因为王蓉的方式错了，其实是他俩在当面蛐蛐，这个事儿很让人抹不开，没有面子。所以就导致了陈德容和王蓉就开始就是左一句右一句，而且陈德容她毕竟年纪大嘛，而且她是上一辈的穷女郎嘛，她地位也比较算是上一辈的里边比较高的嘛，所以她就有一点点就是言语上比较犀利。王蓉呢就意识到自己可能就是说太着急了，然后就一直在退，然后陈德容傲娇惯了，就一直往前走，王蓉就一直往后退，他俩就这么形成了一个对比，所以观众会觉得陈德容在咄咄逼人，王蓉呢是在一个退让的一个状态。但是王蓉是个聪明人，王蓉紧接着就知道关键的点，其实陈德容这种人他其实了解，他也不怕陈德容这种人，他最怕的就是黄英这种人。因为黄英他发现他知道陈德容是为什么生气了，他能感受到陈德容是因为我们当面蛐蛐他生气了，所以王蓉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他紧接着说了一句话，告诉黄英，就说你不要说话了，因为他会觉得说我跟陈德容有矛盾，好，那我俩面对面的去解决。但是黄英吧，他就是个没脑子的人，他吧我觉得应该没有坏心眼，但是他的行为就是很让人讨厌，就会加剧这个事儿所以就是王蓉告诉黄英说你先不要说话了后来呢，陈德容和王蓉他俩也继续在因为这件事情在就是算是和解。你可以看到那个傻逼黄英还在那块逼逼，他逼逼也就是重复，而且他是无心当中的就是一个特别蠢的人，他说的话就是让人特别讨厌但是他不自知。这俩人呢可能也反过来味儿了，也觉得黄英讨厌，所以现在这个评论里边就一是骂陈德容，二是骂黄英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情我就特别有发言权，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我跟龙二吵过架是不是？我跟我的搭档龙二吵过架，你们知道这个事儿吗？你们知道吗？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类似的一个例子我给大家讲一个类似的例子，大家就明白就是说黄英这种人多讨厌了当然也不是完全像，就类似，给大家只说一下。当时我们在海边想录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我们就在海边喝了点酒，做了点饭，然后我们全程是在直播的，然后就是要玩真心话大冒险之类的，然后全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手机就没电了，然后紧接着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我有2个手机，然后我就拿着另外一个手机继续播的，但是可能龙二看到我手机没电了，我也告诉他手机没电了，紧接着他以为我的手机就没有再播了，因为他也喝多了，就他也没喝多，但是就喝嗨了，我们其实都在喝嗨的状态。
然后呢，龙二其实他就在，因为龙二喝酒和没喝酒，或者说私底下和镜头前他是两个状态。你们可能觉得他很温柔，他其实个性里是有一点小辣椒。然后呢，他就是以为，因为我手机没电了，然后中途就是又换了一个手机充电，就是直播嘛。然后他就以为手机关掉了，然后因为大家都喝嗨了嘛，然后就在那块聊天，聊着聊着聊到自己的私人的事情了，然后他就比较激动的就说了一个可能比较劲爆的一句话，具体什么话我也不说了啊，他就当着直播的面就说我怎么了怎么样，他就说了一个比较劲爆的话。当时我跟小薇、灰灰还有另外一个演员，我们5个人在别墅里边。另外一个演员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件事情也跟他没关系。我跟小薇呢，听到龙二就喝开心了，然后讲了很多，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因为我们会很喜欢这种聊天的状态嘛。然后当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跟小薇就很惊讶，为什么龙二会在就突然就是说了这句话，然后我们还在那笑，然后就觉得说，哎，真的是喝开了，就有一种感觉什么呢？就是他平时很端着，但是他今天喝酒了，喝开了，然后他终于可以就是很真诚的去跟大家聊天了，然后是我们比较意外的。当时我们会觉得说他喝多了，然后他说完了以后，然后我们还非常开心，我们继续往下就是聊嘛，因为就觉得很突破。紧接着呢，龙二就是我们正聊着呢，龙二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就跟电话里的那个人吵起来了。大概的，因为我大概知道是龙二的类似于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也在看直播，然后他就给龙二打去电话，就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被别人耍了，那个百里屠夫把这些东西直播出去了。然后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龙二不知道我当时不知道龙二不知道我们在直播，我以为他知道，所以龙二就也很惊讶，就是说他怎么在直播之类的，他不是中途断了吗？所以他就跟那个人就在吵这件事情，就是说那个人就认定了说百里是有意的在套你话，然后再给你设陷阱，让你把这些话说出来的。然后因为龙二他现实当中，我觉得龙二现实当中是一个特别没有思想的人，就我觉得他是一个现实当中是一个特别没有主心骨的人他特别没有主心骨的人。然后呢，他一方面就说就告诉那个电话里的人说，你别说了，我知道了怎么样的，他们不会这样的，怎么样。然后他就跟那个人就吵完了以后就把电话挂了以后，然后他就回来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怎么事，我们还在那，有时候也是要喝着红酒之类的。然后他这个时候他说，白领你把直播关了。我说为什么你关了？然后当时因为我们都喝了酒，没有到喝多的状态，就是大概6、7分的样子，然后就是喝的比较开心的样子，然后我们还在那块真心话大冒险，然后就聊天之类的。然后他就突然严肃的告诉我，就说，哎，你把直播关了。然后我就关了。关了之后，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其实就觉得说，可能大家累了，可能也要休息一下。紧接着，然后我们就从阳台，然后坐到沙发上，然后我就在那块就关了以后，我就在那坐着呢。就关了以后，龙二就过来，他说，
你不应该跟我道个歉吗？我说我就是没听清，而且我觉得很突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啊，他说你不应该跟我道个歉吗？我说咋的了？因为我当下完全是懵的状态。他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在直播？然后我跟小薇就对视了一眼，然后所有人也跟我对视了一眼。我说我在直播，大家都知道啊。他说那你是不是就是引诱我说出那些话的，然后故意给直播间里看的？然后我就觉得我说我说什么话？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什么话？我说我怎么知道你会说这种话呢？我再引诱你，我怎么知道你下句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对话不是说我问他，他答，是他自己在表达大段的内容，我怎么知道他下一段说什么呢？然后我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反正他就很生气。然后因为其实我跟龙二吧，其实那个时候就不太熟，但是龙二依然是我最看重的男演员，因为他跟我是情 CP 嘛，就是剧里的 CP，所以他跟我发火，我其实是很懵的，就是有一种就是完全懵的，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跟我发火，反正就懵的。然后他责怪我的时候，我也大脑就死机了，然后这也很伤心，对，我也觉得说很莫名其妙，很伤心。反正他就跟我生气了，然后就涉及到什么，说涉及到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他说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然后很多事情可能都是我在主导之类的，然后包括今天这个事情能发展到这样，其实也是我的主要问题之类的。然后听完了以后，我是觉得非常无辜且非常懵逼。好戏来了，好戏来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对，这个时候我就问，就是因为我们那天是有五个人一起喝酒，然后龙二就是误会我了，然后我就因为龙二误会我很伤心，然后我就当着现场的人，里边有小薇，有灰灰，还有另外一个演员，还有龙二，还有我就当着大伙儿的面，我就说，你们也觉得我强势吗？你们也觉得我是故意的吗？我说你们觉得我是故意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我说你们也觉得我强势吗？然后这个时候我也忘了是怎么回事，因为太久了。反正当时另外一个演员，他其实他就有一点点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对，他跟我不是一路人，所以那个人举手我没有意外。小薇是完完全全知道所有的事情发生的，就是整个过程，然后他也是就非常觉得我非常无辜，他没就举手。然后关键的一票出在灰灰上，灰灰好像说了一句什么，就说我确实觉得你有的时候挺强势的之类的。你们知道吗？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如果说灰灰不说这么一句话的话，可能这件事情可能就事儿就压下来了。但是灰灰可能他也没有别的，就是他也没有恶意，他可能单纯的就会觉得说，导儿在问我强不强势，
他没有联想到这个时候你要说强势的话，这个事儿就压不下来，所以他就说了这句话啊，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说非常非常的下不来台，我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很委屈，也不是委屈，很冤枉吧，委屈倒不至于，但是冤枉吧。然后反正我就特别识趣的，我就上楼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因为我也不会跟龙二吵架嘛，因为当时虽然说我跟龙二的关系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依然是就是戏里的 CP， 我不可能跟他吵的，对，我不可能跟他吵的，就他冤枉我，我就很莫名其妙的就承受了啊。后来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以后，然后每当我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灰灰这个人可能脑子不太好然后直到浪姐6，然后我看见那个陈德容和王蓉在吵架，我就想起来灰灰就是那个黄英就这个事情太相像了这个事太像了，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说这个脑子不好的人，你跟他你是生不了气的，他是没有恶意的他是完完全全没有恶意的，但是他摆不清形势他摆不清形势。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个时候可能我跟龙二可能有一些矛盾，别管是谁的错，这个时候你就不吱声，赶紧把这个事儿就是压住了就好了。除非你灰灰是跟我有多大的仇恨，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就是跳出来说我的不对了，然后帮助龙二就是说我的不对了，那我觉得你是跟我有仇，您做这件事情是合理的。但是灰灰是一直都是我的员工，且一直都在我身边，而且就算是我的人，他做了这么一个事儿，所以他其实就是情商不够，他可能很多时候他看不清形势他可能看不清形势。所以生活当中尽量就是我们杜绝不了情商低的人，但可以远离。就是你真的就是你发现他情商低以后，你以后不要跟他共事，完全不要。所以后期我跟灰灰就再也没共事过，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连微信我都给他删除了都给他删除了。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把他删除吗？我跟大家从头讲，就是我跟灰灰的事儿。有人说灰灰是谁？灰灰是芝麻2里边扮演小虎的那个人，就扮演一个就是比较反派的一个角色，芝麻2里边，然后跟龙二组个 CP 就是龙二他就是剧里他是个吸血鬼。这回想起来了吗？他现实当中是我的员工他是我的员工，因为当时其实他刚去北京的时候，他认识我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其实是这样的，这个人呢其实看过我们的剧，就是灰灰看过我们的剧，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北京拍的剧，灰灰不在北京，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灰灰，然后我就过去，就是我那个朋友就说你认不认识这个叫灰灰的？我恰好，怎么每个人对他的评价如此相同？你也认识吗？2斤娃娃菜你也认识灰灰？
对他评价如此雷同啊，不认识，听八卦听到的啊，我就讲一下，就是当时，我从头讲啊，从头讲啊，我17年拍跟我回家了，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就有一个朋友，他一开始是追我，想跟我谈恋爱，但是我不喜欢他。后来我们变成朋友了。突然有一天，他在就是那叫，反正就是一个直播平台，看到了一个主播叫灰灰，然后呢，这个他就跟我说了，他说我看上了一个主播在那块刷钱呢。我说什么样的主播能让你去刷那么多钱？他说叫灰灰，然后他就让我去看一眼，我就看了一眼。他说你认识这个人吗？我说我知道，但我不熟悉，因为他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也认识，然后他也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说过，他其实想跟我一起吃个饭，但是我拒绝掉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比较的社恐，所以就拒掉了。结果我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我也知道他是主播，然后看到他以后，我说这个人我虽然说不熟悉，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他说那你能不能帮我把微信要出来？然后我就说那好，我帮你。紧接着我就去这个直播平台，灰灰就在那直播，我就说你好啊，就是我听谁谁谁说起过你，然后灰灰看见我，然后就比较开心，然后我的那个喜欢他的那个朋友也在直播间，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想加灰灰的微信，然后灰灰就当着我那个朋友的面说，那你得让百里屠夫也加我微信，我才能加你微信。就这样，我加了他微信，然后呢，我的朋友也加了他的微信。再后来有一天，我的那个朋友跟我说，这个灰灰来北京了。我说那这个灰灰，他跟你谈恋爱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他来北京干什么？他说他来北京找工作。我说那找工作，你跟我说什么？他说他现在住在我家里。我说他不跟你谈恋爱，他为什么住在你家里？他说你别管了。他说我想请你吃个饭。我说你请我吃饭太难得了，因为什么？他说因为灰灰也想拍剧。然后其实我当时对灰灰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差。首先第一点，我这个朋友喜欢他，他是知道的，然后灰灰也不跟他谈恋爱，但是他要住在我那个朋友家里边，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还知道灰灰其实有男朋友，她男朋友也在北京，但是她不跟她男朋友一起住，跟我的朋友一起住。第二点。第三点，她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她其实想通过我那个朋友，让我给她一个演戏的一个机会，这第三点。我不知道你们听完以后对他的什么评价，反正我一开始我就非常不喜欢。我朋友是工具人，你们说的没错，我跟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就觉得我这个朋友有点傻逼，我不想搭理他，然后我这朋友非得要请我吃饭，因为我这个朋友吧，就是我没有正式的，就是说他请我吃饭之类的，然后我就去了，在三里屯的一个铁板烧。然后我们3个人，他坐在中间，我坐在左边，灰灰坐在右边，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吃饭，然后他就意思就是说想让我给他找个角色，因为当时正在筹备跟我回家第2部还是第3部啊。然后呢，我就非常不愿意，我话里话外我也是会觉得说，要表达清楚我的
想表达的东西，我就当着灰灰的面说，我说演戏这个事儿的吧，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演。第二点呢，不是演得好就有机会演。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我看不上的人，我不想让他出现在我的剧里边。结果他说啊，你实在不行，你让他做拍摄的工作也可以，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后来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很明显了，但是我那个朋友就一直都是拿友情去要挟我。后来我就说那行吧，结果呢，后来我就让他出演芝麻2，然后要跟文刀一起打戏，恰好呢，文刀是他的菜，他也是文刀的菜。这件事情呢，我就说那既然他俩是互菜的话，让他俩演 CP 我觉得挺好的。结果这朋友非常生气，暴跳如雷，就在说我说你明知道他俩互菜，你为什么让他俩演 CP？ 然后就把这个事儿就否了。否了之后，他就没有参演这个芝麻啊，不是跟我回家3。紧接着我就也暂停了拍摄，因为当时就没有想好。再后来我就觉得挺需要跟灰灰去解释一下，因为本身都说好了，那我就说那为什么不让他拍，我就请他喝个酒，然后就聊的过程里边，灰灰给我表现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淳朴的人，然后这让我对他的印象大有改观。所以我就一开始我是讨厌他的，因为我跟他喝了一次酒，我觉得他还蛮质朴的。然后我就能理解，就是说虽然说他是拿我朋友当了跳板，但是我那个朋友也是自己愿意，这我们都能看出来，而且他也没有隐藏自己有对象的事儿。而且在灰灰这个年纪，可能耍点小聪明，也是迫于无奈之类的，我也能理解他的一些小心思。所以综合来讲的话，就对他的那种反感减少了好多，相反的会觉得说这孩子就是蛮真实的。再后来，我们就在筹备芝麻跟我回家3，然后跟我回家3的男主角，本来跟我回家3会是当男3吧，但是因为那个男主角演技非常的差，所以我们已经开拍了将近7、8天，这个项目也叫停了，连着2次灰灰的演员梦就没有实现，所以我就比较抱歉，我就给他单独拍了一个叫你答应过我的这么一个剧，而且也是就是拍了1天左右，2天就完事儿了。就算是我就觉得挺愧疚的吧，人家跟我拍戏拍这么久，然后一部都没拍成。再后来呢，当时因为他给我拍剧的话，而且他又做场务，每个月我给他5000块钱的工资，但是没想到这个项目就停掉了。我就说那你继续，你也不用担心，你继续给我做助理。当时因为我又在北京是处于一个社交的一个状态，所以经常会喝酒，再加上他可能也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我就说那你继续当我的助理，每天呢就是可能因为我那个时候喝酒比较累，我就让他没事给我买烟呐，或者说开车来接我一下啊，就当个生活助理，然后大概就这样20多天，然后一直反正就给了5000块钱。再后来呢，我在北京应酬的话，一般都会带着他，然后让他见世面。后来就发生了一个小事儿，让我对他的印象就非常不好。当时呢，就是我那个朋友，我就是喜欢他那个朋友，我
我那个朋友也带着他跟我们一起去喝酒，去了一家比较高档的一个酒吧，然后同行的还有一个饭店的一个连锁饭店的一个老板，也算是有点小钱的一个人，就大概7、8个人在那个酒吧里边喝酒，然后那个是一个私人的一个酒廊，里边会有一个 KTV， 我们在那个 KTV 包间之前是欧豪也在那边唱歌之类的，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包间里就在那块喝，然后当时那个酒吧老板还对我有点意思，所以我就在跟酒吧老板就是唱歌，他们就在那块喝酒。这个时候我们就突然听到卫生间的厕所里边传来灰灰的声音，然后灰灰就推门出来了，出来之后，然后就跟喜欢我的那个朋友告状说，那个饭店的老板对他动手动脚的。然后紧接着我那个朋友，因为那个酒局其实是我那个朋友请客的，所以我那个朋友就非常生气，跟这个饭店的酒吧就饭店的老板，连锁饭店的老板就俩人就吵起来了。然后那个饭店的那个老板呢，其实就一直在道歉，他说：“哎，我真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俩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被这个事儿就是吵到了，然后我也在看，然后最终呢，就是那个饭店的那个老板就一直在赔礼道歉，我那个朋友就是为灰灰出头。但就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我是会觉得说灰灰处理的非常不好。当然我不能要求就所有人都像我一样，因为我在这种场合里边我也可能会被一些人所谓的动手动脚，但是通常别人可能对你动手一次，你走开不就好了吗？对吧？你走开不就好了吗？你可以出去透口气，或者说你可以跟别人摇骰子，或者你可以就是说到我那个朋友身边，你不能搞得这么难堪，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而且那个连锁饭店的老板，他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你这么搞的话，让我那个朋友必须得跟他翻脸。就是他遇到事情他不能消化，他也不能，因为他还是他那个时候25、26岁嘛，也算是他应该也是一个面对这种事情他处理的就是有点像告状，然后把这个事情搞得特别糟糕。那其实我就会觉得这个是非常差劲的一个处理方式。再后来不知不觉我就开了酒吧，我从北京去了深圳。然后当时呢，因为我是突然决定的来深圳开酒吧，我的酒吧其实算是我演出的酒吧，然后他们经营不善，我就接手了，就等于就是说，这个酒吧曾经雇我过来演出，然后当时我有开酒吧的想法，所以这个老板就打算把这个酒吧低价给我20万就给我，然后我就考虑再三，后来我就决定了，因为我会觉得我30岁的时候我不想再当网红了，然后当时手里大概有60-70万吧，有60-70万，不是，我手里就是付完了这个钱，还有60-70万，我就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就开酒吧，然后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不是说跟你们说有一个朋友也认识灰灰吗？他就知道我开酒吧了，然后他就说怎么样？我说有一点点不好办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完全没有做生意和就是开酒吧的一个经验，再加上这边这个酒吧这些员工都是之前老板的员工，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跟他们的关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管理。然后我那个朋友就给我提醒，他说
你要不要培养一个你自己的人？我说那现在去哪儿找自己的人呢？他说你可以从身边里找一个人，然后让他过去帮你。我说那有谁呀？他就给我推荐了灰灰。因为当时我刚开酒吧，然后我就说也行，但是我其实心里就觉得说灰灰不是我的首选，但是我又没有其他选择。后来我就犹豫了1-2天，我就还是跟灰灰说了，我说哎，灰灰，那个在忙吗？我这边开了个酒吧，想让你过来帮我，然后职位是管理，每个月能给你开大概8000左右，你看看你觉得行不行？然后我跟他说完之后，也告诉他这个大概工资是多少，然后也告诉他职位是什么。我说你过来帮帮我。他说：“哎呀，对不起，导儿，我这边有点事儿，家里有点事儿，我可能一时半会儿过不去，而且这个事儿我得考虑考虑，到时候我给你答复。”我说：“我说那你家里有事儿，那你就先忙你家里的事儿。”然后我就觉得说他算是拒绝我了，然后我就觉得挺遗憾的，但是没想到朋友圈里边他就好像是他发的朋友圈，还是我那个朋友发的朋友圈，就他跟喜欢我的那个朋友，他们去了三亚去旅游，然后他俩不知道谁发了个朋友圈，然后我当时我就会觉得说，那你说你家里有事儿，结果你在旅游，你撒的这个谎真的是，就是很低级的谎言就让我会觉得说，那你不想来你就不想来，你撒个谎，然后这个谎言还被暴露了，对吧？你让我会觉得说很奇怪啊。后来这个事儿也就对啊，你就没必要嘛，对吧？没必要撒这个谎，不是所有的事儿你都需要撒谎的，对吧？然后呢，这个事儿也就算了。结果大概过了1周左右，灰灰就联系我了。导儿，我现在就在深圳了。我说啊，我说你在深圳了？他说然后他要说完了他还来了，来了，那你来了，那我不能让你再走了，然后就给他这个就让他做这个算是店长吧，算是店长，然后就让他过来了，过来以后他就做店长，然后我就把所有的事情，我就属于在我自己的店里安插一个我自己的人，因为我也不经常在店里嘛。一开始都挺好的，因为生意也不太好，直到后来，我其实对他就有一点点小要求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工资保守估计也能赚到9000块钱，但是他又什么都不会做。我觉得我开9000块钱，其实就应该培养他去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你作为店长的话，店里的营销活动你是不是要做？因为其实在深圳9000块钱的夜店的，而且我那个店又不大，所以9000块钱算是还蛮不错了还蛮不错的一个工资。后来我就想培养他做真正的把这个店抓起来，不能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我来管店，是不是？他就教他，后来我记得是有一天的，就大概是周一我们就开了一个会，我就说，这周五可能这个营销策划的这个事情就要交给灰灰来处理了。
我说慧慧，你也教了你这么长时间，你要学着自己去处理。他说那我不知道该策划什么呀。我说我这么长时间的策划的，你都在身边，你应该去学会，你应该能学会，你应该知道怎么做。结果他就说哦。再后来周四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就从外地过来了，就是喜欢慧慧的那个朋友从外地过来了。然后我们就说周五不想在自己酒吧玩，确实我开酒吧以后我也很少去别的酒吧去学习，然后我们就去其他的酒吧。那个酒吧我们去的时候就爆满了，然后人特别多，非常热闹，然后我们也在那玩的特别开心，我也喝了很多酒，因为我那朋友过来了。然后看到他们生意这么好，因为自己也是酒吧老板，所以我也玩不踏实，我就说那我赶紧回自己的酒吧，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喝多了，但是我还是想回自己酒吧去看一看。结果我进去，就是别的酒吧爆满，然后我就觉得说周五应该还不错，结果我进我自己酒吧的时候，一桌客人都没有。别的酒吧爆满，氛围特别好，我进我酒吧的时候一桌客人都没有。然后一桌客人没有也就算了，我去了吧台，我就在那块儿就心情不好。这个时候远处传来员工和慧慧的笑声，那帮人还有说有笑的。我喝多了，我忍不了了，我拿起麦克风，我说来，你们过来，我给你们开个会。我说今天没有客人的话，咱们就把酒吧关了，不要搞得你酒吧一桌客人都没有。这酒吧这个东西是你越没有人，他越不来。我说那今天索性没有人就关掉，明天继续努力。第二点，我宣布个人事通知，我说去掉慧慧的店长职务，就这样，然后就解散了。解散了之后，慧慧她就从店长就做了一个普通的员工。做了员工以后，然后大概没多久，我们就拍戏了，拍了那个芝麻二。拍芝麻二的时候，小薇就过来了。小薇因为我给他们找的，就是他们演员住的地方是一个酒店，然后所有的那个演员都住在那个酒店里边。慧慧也在，因为当时慧慧谈恋爱了，所以她不住员工宿舍，她非得要住外边。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要找员工宿舍的时候，慧慧说她不住在宿舍，这就导致了宿舍里边的房间是空的。但是她要住在外边，我也只能说那好吧，因为她住在外边，我好像还给了补助吧。反正她就一个月赚将近1万块钱，然后非得要住外边，我也没多管。然后再后来就是小薇他们就来拍戏嘛，他们就知道慧慧也住在同一个酒店里边，他就属于包月的那种。然后他就说那我去，因为他跟慧慧也认识，他说那我去你住的地方去看一眼。结果小薇就发现慧慧住的那个房间比演员住的房间还要大一些，所以小薇就跟慧慧说，哎，不错啊，不错啊，这环境不错呀。然后慧慧就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就跟小薇说，不做什么呀，天天熬夜
也挣不了多少钱，哎，就在这儿先混着吧。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小薇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就会跟我就是形容这句话，然后听到以后我就觉得说这孩子，就是让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你一个月给他1万块钱养着他，然后他会觉得说，然后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然后我就知道了，然后我就，后来呢，你知道吗？后来有一个我店里有一个顾客也是非常喜欢我，然后就也是在追我一个小孩儿，在追我，然后也是有点钱，然后因为他们要招呼客人嘛，所以他就跟这个客人就是走的比较近，然后这个客人他就跟这个客人也在说，就大概抱怨，就是说店里有一些问题解决的不太好，所以他就问那个客人说，这个问题你觉得如果说你是老板的话，你会怎么解决？然后喜欢我这个顾客吧，就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了，就说我真的不想在喝酒的时候去聊你们店里的工作的事儿，反正就跟我在吐槽，就说灰灰说话可能有点不合时宜，人家出来玩的，为什么要跟他聊就是店里的工作的事儿？然后我知道以后吧，我就有点火大了，但是呢，我又不能火大，我就压着性子跟灰灰说，我说来，咱们也很久没聊了，我说灰灰你过来，然后我说你工作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他就把就是跟别人说的问题又跟我说了一遍，他觉得怎么样？我说好，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解决，然后给他解决了之后，我就特别委婉的说了一下，我说咱们自己店里的事儿啊，咱们自己消化就好了，你不要跟顾客去说啊，就是你不要跟顾客说咱们店里的一些管理的问题。我说这个你一是顾客不愿意听，二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且这个对吧？你有什么事儿咱们就是直接去面对面去沟通解决就好了，对不对啊？然后我就委婉的跟他说了一下，结果这个事儿大概没过2天又有一个顾客，这个顾客也是经常来，而且是找灰灰的。然后这个顾客也是认识我，然后那个顾客也是情商比较低，没有分寸感。然后看到我以后，然后就让我坐起来，然后就说，我说怎么了？他说，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怎么了？你说？你有没有觉得灰灰最近状态不太对？没有啊，咋说呢？他不让我跟你说，但是呢，他在工作上有一些想法，但他又不敢跟你说，他陷入了一个特别迷茫的一个状态，感觉他情绪特别不稳定。我觉得你们应该好好聊一聊。就这个事儿，哎呀，我说我应该跟他聊什么？我听他说可能是店里的管理的问题。这个时候灰灰就迎面而来了。他可能怕这个人去跟我说他跟他说了什么，所以他就是恶狠狠的看着那个顾客。结果那个顾客看到他恶狠狠的表情，他立马也不说了。然后我又觉得，我就假装不知道。
这个事儿你怎么说？那我可能觉得说，那我跟他说完2天，才2天，他可能是之前跟别人说的，那可能这个事儿也就算了啊，也算了。紧接着，熊猫堂的工作人员，我们认识很久的一个叫恶魔的，也是在北京认识的，他恰好来深圳这边，我也不知道来工作还是来玩儿，他就来我酒吧了，我们也是很久很久没见了。然后当时记得熊猫堂在选拔的时候，我还跟熊猫堂推荐过灰灰，所以他是认识灰灰的。然后他来我酒吧的时候，他又看见灰灰，然后就跟灰灰在那儿喝酒聊天儿。我忙完了之后，我也过去了。灰灰看我来了，他就走了。走了之后，然后那个，因为我们是很好的，就是算是同辈的朋友。灰灰可能跟他还是差一辈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人就跟我说。百里，你对灰灰不错呀，走到哪儿你都带着他。我说啊，我自己也需要人。是啊，但是感觉他可能有点不满意。怎么说？他跟你说啥了？没有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那个百里挺照顾你的，走到哪儿都带着你啊，百里也算是你的贵人了。紧接着灰灰跟我说好啥好啊，每天都很累，然后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就是你们懂这种感觉吗？就是短时间内啊，就是3、4个事件，就是我已经就是对这个人彻底绝望，就是他怎么到处跟我的朋友，一是说店里的事儿，二是呢就吐槽我，他主要好像就是吐槽我，就是我也是就是无语啊，就这样我还没有放弃。紧接着我们拍完，我又要说到刚才那个事儿去了。紧接着我们拍完《之魔2》以后，然后我们就去录了一个海边的一个综艺节目。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龙二就喝多了，然后就不知道就是我们一开始在直播，然后龙二以为就是我手机没电了，然后我就没直播了。其实我拿了另外一个手机继续直播，龙二可能就没看见我们在直播，所以就是龙二可能就说多了一些话，所以就龙二的朋友正好在看直播，就以为是我故意引导龙二说的这些话。然后我就很委屈嘛，然后我就跟龙二去解释，其实我也解释不出来，因为龙二第一次跟我发火，我也非常的懵逼的一个状态，我也没过多解释。然后反正龙二对我的总结就是说我是一个特别强势，然后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很无辜的一个状态，我就问了当下的人，大概有5个人，其中有小薇，有龙二，有灰灰，还有另外一个演员，我就有一点点伤感，略带伤感的，因为大家都喝了酒，略带伤感的，我问了，我说你们也觉得我是故意而且是有点强势的人吗？就这个时候小薇就说不是，小薇就说我不觉得，我觉得这个事情，因为小薇全程看在眼里，小薇觉得说这个事儿就是个误会。那个演员没说什么，这个时候灰灰说，我确实觉得你有一点
强势。李英说灰灰你是我的员工，你是我的人，你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不对？就哪怕你可能真的对我有一些对吧？但是灰灰好意思呀，大卫你就说灰灰他好意思，就我都这么问了，你说正常的人的话都不太会。我就非常非常就是无奈的，我就因为有点情绪，喝了酒嘛，我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就是无辜，然后我就问了这句话，但灰灰说我确实觉得有点东西，就这一句话就让我完完全全的就是死心了，我觉得确实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就很难过，我就说那你们玩我上楼了，然后我一个人去了房间。然后就这样，我也没有因为灰灰说这句话我也生气，但是我就觉得说，灰灰你能不能看清楚形势啊？我没有打灰场，我就是会很憋屈，我就觉得就是反正我就第一次跟龙二吵架嘛，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憋屈，然后也没说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事情不算是个什么事儿，就是小薇就会觉得说，百里你应该很不在乎这些事情，但是其实我真的很郁闷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跟龙二关系虽然说没有那么熟，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演 CP 的。我就会觉得说谁吵架的我俩都不会吵，而且他跟我吵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吵，因为剧里我是爱他的呀。你们能懂吗？就是我在演戏的状态，我就是在演戏的状态，我不会说我跳出来那个角色，我就觉得说那个你现实当中跟我吵了，然后我剧里我就跳出剧里我也跟你吵，我不会，我就会觉得剧里我是爱他的，然后他现实当中跟我吵了，那我就是这也是爱他的，我也没办法，对，没事儿的呀，没事儿的呀，完全没事儿。那个都是，然后我继续说，然后再后来我就跟灰灰说，我说店里也不需要店长了，以后你就做营销吧，每个月工资降到5000，因为我觉得他啥事儿都干不了嘛，情商又低，他又一直抱怨，所以我也做出了我的选择，就这样，然后他就他可能想了一想，他觉得可能5000块钱有点少呗，在深圳确实5000块钱不多，但是我其实是想让他做营销嘛，营销是跟提成有关系的，提成大概是20%左右，那你业绩好的话，你就自然而然能工资高一些，但是他就不想做他就走掉了，我也没挽留。再后来我又拍了我应该是又开了一家分店，然后那个时候灰灰好像也过得不是特别好，然后就加了就是好像跟我恢复了联系，然后我看他过得不是特别好，然后新店又需要员工，我就说那让他过来吧，他也说他就做个营销就没问题，我说那你过来吧，结果过来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分店，筹备分店，然后又拍了小茉莉，然后他其实很向往，就是说拍小茉莉的时候他能有一个角色，但是我就没有让他演，因为店里确实需要人去做嘛，因为那个时候新店一直在装修的一个状态，所以就需要一个人去看着装修，
我就说那灰灰就做这样的工作，然后没事儿的话就跟着剧组拍剧，就这样。小茉莉的时候，其实我跟龙二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而且后来我跟龙二的接触多了，我就发现龙二是一个非常需要你哄着他的一个人。小茉莉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因为那个时候新酒吧在装修，又要拍剧，老酒吧还有应酬，所以三面去扯我一个人，所以我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那个时候龙二看我就特别累。有一次我们在拍剧的时候，8点左右的时候，他们正在拍戏，然后本来我应该做导演，我应该就全程在嘛，但是那天我实在太困了，我就坐在那我就睡着了。然后演员们就比较心疼我，龙二就问我说：“图图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你需要的话，你跟我说，我帮你。”包括新酒吧的桌子什么的都是龙二帮我去看的，包括龙二也跟我说，如果说酒吧需要他来管理的话，他也可以管理。那个时候我跟龙二的关系就突飞猛进，就是甚至那个时我就说句非常非常直白的话，就是我现在的那个凯迪拉克，其实当时是给龙二买的，因为当时龙二是想着说，哎，能帮我去管酒吧，然后他又不住在深圳，然后他来回他需要一个车，那我就说，那我就买了一辆凯迪拉克给他开。结果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就没来帮我管理酒吧。但是就是说回正轨，当时其实我就鼓励龙二，就是说，哎，帮我就是现场帮我导戏，因为龙二的演技是我非常认同的。然后龙二又主动去想帮我，那我就说你帮我完成这一个任务，因为我平时应酬比较多，天天喝得要死，然后我这边还在拍戏，我就说那龙二你帮我这一点。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灰灰，他是一个情商比较低的人，他是一个看剧本也看得不太明白，表演也算是不太成熟的一个人，但是他呢非常热心肠，他喜欢给别人导戏。他一导戏吧，我本来交给龙二去导戏，然后他还跟着乱导戏。结果龙二那个人吧，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内向的一个人，他可能觉得说现场有一个导演了，那我就不导了吧。但是你们也知道，就是灰灰演戏其实是我不太认同的，所以我就在现场我就发现灰灰就在那块导戏，然后龙二就不愿意导了，我就跟灰灰说，我说你上一边去。我就跟他说你上一边去，我说你懂个六啊，我说你演的玩意儿你看懂剧本了吗？反正他就我就说他，我说你别在那块乱捣乱，然后我就说现场完完全全交给龙二啊，你们都听龙二的就好了，因为我那时候特别特别忙，他们这边在拍戏，我在那边睡觉的，我在那边补觉的那种，所以你们看到小茉莉它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全程我心都不在这儿，那个时候每天都要装修、选材料、应酬，然后又要拍剧啊，所有的事都找我，我整个人我就分3头6臂我都忙不过来。然后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每次拍完戏以后，我们都会放在电视上去看这个回放。然后当时我就在那块看的时候，我突然看到龙二在那站着，然后我就回头，因为现场只有2把或者3把椅子，龙二在那块站着，他是现场导演，然后龙二在那站着，然后我看了一眼，灰灰在那块坐着，我就说你给我起来，我说你谁呀？你坐在这儿？我说龙二一直在那站着，你不知道，然后就把他喊起来了，你知道。
就这样，就是你知道这种事儿就经常见，我就说他完完全全摆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嘛，啊，他完完全全摆不清楚自己位置。这个都过了，咱们就说后来我为什么我把灰灰拉黑了，且把他赶走了。总结一下，就是后期啊，我们拍完剧以后，然后酒吧正常的开始营业了。当时因为相关部门反同，所以我们就生意有点不太好。不太好以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又在筹备回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想读个北电，所以中途呢我就从深圳回了一趟北京，我在我好朋友家里。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顾客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又开了一家新店？我说是的，是在龙华。他说那我们正好也在龙华，但是我们去的大概要12点半左右。我说没问题，那个酒吧在营业，因为当天是周六。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儿，因为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大概是9点多，我就把这个事儿交给那个灰灰，我说灰灰，等会儿有一个顾客，这个顾客你也认识，他大概12点半左右会去店里消费，你帮我招呼好。灰灰说好的。紧接着这个顾客大概1点左右跟我发消息说，图图，我到你们店门口了，店里没有人，门是锁着的。我说怎么可能？我说你给我拍照片看看你是不是走错了。他给我拍了一个照片，门上有一把锁。然后紧接着我就给灰灰打电话，我说你干嘛去了？他说老店有顾客找我，然后我去老店了。我说我不跟你交代好了，有一个顾客要去新店去消费吗？你怎么能去老店呢？他说我交给别人了。我说你是干啥的呀？你以为你是店长吗？你大周六的正是营业期，你不在店里，你去老店，你知不知道你在新店工作呀？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可以来回的跑吗？我说现在人顾客在门口呢，你在干什么？我不交代你的吗？说不出话来了。紧接着那个顾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人家，然后给我气的，我就说得灰灰，这么长时间咱们经历的事儿太多了，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拿好以后直接删除好友，就从此以后这个人再也没出现了。第2天我就回深圳了，这个人再也不会出现了，一直到现在，这就是结局。对，这就是结局。哎呀，特别特别愁得慌，我觉得这个人我是拽不动。这你们能想象吗？看面相也觉得灰灰不好相处。大卫等一个人，你现在还在看面相，就说明你这个人可能对一些人和事儿的理解太浅了人不能看面相，谁面相好？那你觉得黄渤面相好吗？黄渤是坏人吗？你觉得王宝强面相好吗？王宝强是坏人吗？谁好谁坏，你按照面相来看，你不觉得你太浅了吗？对吧？
所以就这件事儿让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我就再也不想跟他有相处。对，我就觉得说，哎呀，不要，就是我唯独能做的就是让他离开我的生活，离开我的生活。有些人真的是，包括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不发了一个抖音吗？那个抖音是小薇和灰灰在尬舞。你知道我这人还心软，我们这种人啊，就是我们图像，我不知道别人跟我一样，反正我这个人是非常容易心软的。我看到他俩尬舞的时候，我就想灰灰肯定过得不是特别好，然后还跟那个小薇他们磨叽，我说想灰灰了，然后他们就骂我，他们就说哎呀。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哪怕跟我斗破天的人，他只要过得不好，我都会心软的。我是这种人，就是没有任何的不能释怀的东西。我觉得我完全没有任何不能释怀的东西。一看别人过得不好心软了，就是这样。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人不能见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曾经，大家知道奇葩说的小黑，当时我们在北京认识的时候，然后我拍的是《跟我回家2》，小黑就过来客串就过来客串，然后小黑就拍了很多很多的戏份，因为她扮演的是我的闺蜜的一个角色。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她演的东西吧，就她台词说的有一点点那个不太好，再加上她那条线也淡化了，所以我就把她原本演的那些戏份吧，正片里就没放，没放。紧接着，然后她就非常生气的找我，就大概意思我删她戏份了，反正就跟我就是 battle，然后我也就是觉得说他可能没进过剧组，或者说没跟剧组待过，他可能不知道，就是删戏份其实太正常了，对不对？那很多人可能就是说拍了很多戏份，正片一个都没有呢，他就开始就在跟我 battle，就说我为什么删他戏份，然后紧接着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事儿，我也觉得他找我也有点莫名其妙，后来就沟通不了，然后我就把他那个拉黑了。拉黑之后，可能到了2、3年之后吧，2、3年之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沉迷于玩那个就是密室逃脱。玩密室逃脱的时候，就是人不一定够，所以就会拼场。然后北京的同性恋玩那个密室逃脱的又比较多，然后我们就这个人约了一对儿，那个人约了一对儿，反正我们就面对面就拼了一个场，里边就有小黑，就很尴尬，就很尴尬。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个家里有点事儿，我先那个我不玩了之类的。然后其实我是会觉得说，这玩也是心里有别别扭扭的，然后我就说我不玩了。对呀，然后但是你知道小黑就出来抓住我的，说那个干嘛不玩啊？我说家里有点事儿。他说你是不是因为觉得尴尬你才不玩，都过去了之类的。我说不是尴尬，是家里有点事儿。然后完了，
我就说我不玩了，然后我就走了。但是你知道我拒绝以后，我就会觉得说啊，自己好像很愧疚，就说哎呀，哪怕就说清楚嘛，对吧？说清楚，然后，但是确实是当下可能不 OK。太好笑，尴尬的事儿特别多。哎呀，说的太多了，脑袋疼。鼻子怎么了？鼻子怎么了？哎呀妈，胖大熊，稍后来这套，有点红是吧？大熊，你稍后来这套。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觉得尴尬其实还蛮多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不是我上学的时候，我27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27岁的时候，我上了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嘛。当时是因为直播里边有一个大哥觉得我挺有音乐天赋的，然后就说出钱，然后让我去读个音乐学院，我就去了嘛。去了之后，其实我进入到这个大学生活，我还蛮开心的。然后在好像一个联欢会上，然后我就跟我们同班同学编排了一个小品，结果这个小品演完之后就异常的火爆。这个小品讲的是大概是有一个，我们是正派修仙，然后有一个反派大恶魔，然后要进入我们学校，然后把我们都铲掉，所以我就是玄心正道的那种，然后我就要对着他就说台词，反正就演的特别好。当时因为全是我自导，然后又找别人就是拍的嘛，就是我们一起去演一个现场的一个类似于剧场的一个东西，然后就非常的火爆。然后紧接着呢，我们演完了之后就没想到紧接着好像又有区里的比赛，然后想让我们去参加，就让我们这个小组去参加。就等于把之前的东西再演一遍，然后我就说那行呗，那就是剧本也是现成的，我们也 OK 的，就是现场发挥就好了。然后其中我不是有一个台词吗？有一个台词就是说，他说那个我是大恶魔，我说，我就对着他说，我说那我今天就要铲除你这个魔，然后就那我今天就要铲除你这个魔，我记得还有这个动作，然后特别尴尬，因为男女同学都有嘛。等我第二次演的时候，我就有点忘词儿了，然后就现场就是有点懵了。他说我是大恶魔，那我今天要去了你这个魔。然后当时因为我在演出的时候，然后我能看到前排的那个女同学的那个，然后他们就爆笑，我就说哎呀，怎么能去魔呢？这个魔这魔不行。然后我还有点儿化音，我说那我今天就去了你这个魔。
我都尴尬死了。哎呀，然后那个节目就没有获奖，你知道吧？哎呀，都是女老师、女学生，我就说，哎呀，你们能懂那个点吗？尴尬死了。现在想想我都觉得说好尴尬的。你们觉得不好笑是吗？啊，我在这讲的眉飞色舞的，你们觉得不好笑，是你们没 get 到这个点吗？啊，尊重一下我行吗？我的直播怎么了？好吧，好吧，好吧，不好笑。哎，挺可逗。好 no，你可以了。行了，行行行行行，你们补的哈哈哈，确实很尴尬。补的哈哈哈让我很尴尬。爱图图，那你爱我，你就满足一下我的那个微信上的一些请求，对吧？你天天在朋友圈你就是钓鱼，然后我跟你说，然后你又不搭理我，对吧？你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就是你朋友圈里这搞的就是说，对吧？然后我私信你，你一点都不回我，逗我玩儿啊！啊，还想听什么故事？小茉莉的歌啥时候上线？肯定是有新剧了才会上啊，有新剧自然会上，没有新剧我单独发一歌，这基本上不太可能。新剧有着落了吗？新剧现在不知道拍什么，因为我有很多想法，有什么网站可以在 B 站和油管去搜百里屠夫。B 站和油管搜百里屠夫，油管就是 YouTuber， 然后 B 站是哔哩哔哩啊，搜百里屠夫就会有很多啊，可以搜小茉莉跟我回家，还有芝麻三部，现在主要就是三部三个系列啊，一二三四五六，现在有6部啊。看你的剧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我听你说过，大熊，就是你之前是1，然后看了我的剧变0了，是吧？你的朋友圈就是，哎呀，我天天就在看你，就说你的那个小经历，我觉得还蛮甜的啊，100遍。
挺好，挺好。也难得有一个人能让你变来变去。对，你像我其实我一直也觉得说，做一做零无所谓，但是呢，因为我觉得在一起生活，如果你做零的话，一定是这个人各方面比你强，或者说能让你信任他。你因为我本质可能也是偏一，我觉得做零其实算是一种妥协，或者说一种信任。所以如果说他各方面能力没有我强，或者比如说他的赚钱能力、生存能力学习能力承受能力创新能力，这可能就是各种能力，他要没我强的话，我可能就不太会不太会什么做零之类的，不太完全，心里是接受不了的。主播战力多少我不懂，我就是瞎玩儿。我就瞎玩儿，没有什么。做狗都行，你不行，我这个就是我会觉得说，在感情里边，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想和我去吹吹风，吹。吹到了吗？视频拍在这儿哈，还好吧。过去的东西就是过去。在吃呢，图图。点的外卖刚刚到，在吃，挺好。你吃吧。点份给你，不用，我家住那个郊区，这边点外卖也不方便。你怎么这么骚啊？你喝酒了你？老公不在啊？我告诉你，等会儿我发私信给你我发私信给你，我要东西，你必须得给我，你知道吗？少在这块给我整事儿。干什么东西？因为你们经常看我的视频，我也想看看你们的视频。看了这么久我的视频，对不对？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烧的视频，可以啊。你别再忽悠我了，我都不相信了。就天天忽悠啊。请图图吃饭可以。就你们有被骗过吗？
你们有被骗过吗？我今天听一个朋友就讲她男朋友骗她的事情。其实我没有被男朋友骗过，但是我真的是会被有一些人骗过。我觉得骗人的人啊，呃，能骗到我的人，我都会觉得说真的是蛮厉害的。而他骗我，我觉得我不骗你啊，就真的我被骗过。像我觉得我已经就是非常非常小心谨慎，我都能被骗到，而且骗我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其貌不扬，莫名其妙就着了他的道啊。没有人陪，没有人陪啊。而现在基本上没有人骗我了啊。就是其实我自认为我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但是很多人会过分解读我。我身边好多有能力的人，会觉得说我是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的人，非常非常对很多事情是非常非常就是说我非常有智慧的人，就是面对一些事情游刃有余的一个人。但其实我只能说我算是比一般人要聪明一点点，但是绝对不是说所有的事儿我都能处理得非常好。这个过程里边就有好多人就就就就就就觉得我特别有想法、有能力。就比如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酒吧老板追我。一开始我是那个酒吧里边的客户，我去第一天的时候，我充了10000块钱。第二次我去消费，酒吧老板就过来打个招呼，然后再后来就是灰的时间，然后酒吧老板一直在跟我唱歌，然后本来我就想着说我买个单息事宁人，结果酒吧老板不让我买。那个时候我就才知道酒吧老板其实对我有点意思，但是因为酒吧老板完完全全不是我的菜，所以我也没就那种地方，别人也不会说堵着你说我喜欢你，你喜不喜欢我，不会这么问。他们也就是那种就对你好啊，跟你喝酒啊，然后跟你耍脾气啊。反正他又是北京人，所以就是我们的表达都点到为止。但是他是一个酒蒙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就会喝多了耍酒疯，然后就让我哄他。那我就觉得特别奇怪，那个时候闹的全酒吧的人都知道他们老板喜欢我，所以所有人都觉得我俩是一对儿。但是其实他的对象就在酒吧里边工作，所以我就不能答应他，再加上他确实也不是我的菜。再后来因为我长时间那段时间因为一段感情分手，然后我就经常去喝酒，然后频繁的喝酒，周围的人就不会陪你出去喝酒了。所以我又不去同性恋酒吧，我只去那个酒吧，那个酒吧消费又比较高，所以一般都是我带人过去消费。有一天我就带了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一个新朋友过去。这个新朋友呢，跟我也不是特别熟，但是
我实在没人喝酒了，我就带着他去那个酒吧，结果这个酒吧老板就看着我带新人过去了，然后跟我就可能有一些争吵吧。然后当时呢，我也跟这个我带去的朋友就说，我说，那个你别介意。然后我这个朋友就问我说，这个酒吧老板是不是对你有意思？我说啊，对，但是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他有对象，而且我也不太喜欢。就这样，我就告诉我新带去一个朋友，然后我就告诉他，酒吧老板就可能跟我有一些关系。紧接着后来，我就有点躲着酒吧老板，但是突然，因为他追了我将近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我这个人吧，说实在的，我喜欢零主动，这个酒吧老板吧，还是强势的零，哎呀，我就吃这套呢，你说，我觉得强势的零很有生活感。追了我半年，然后我就觉得强势的零真的很好，然后其实我慢慢的我其实对他也有感觉了，但是因为他毕竟他有男朋友，然后我就其实对他的好感吧，就一点一点的在增加。其实到最后也不能说是完完全全喜欢上他了，也没有说那么喜欢，但是不排斥了。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呢？有一次就之前他都会就是强吻我，我都会躲开，因为我觉得不喜欢。后来有一次他亲我，我也没躲，我也没意识，就是没躲开，结果他就亲我，然后我就觉得哎，还挺好的。然后但是这次事儿吧，我也是躲，就是也是表现出我很反感，然后我就躲开了。但其实心里我觉得是慢慢在接受他。直到未来的某一天，这个酒吧老板请我吃日料，然后我没去。我去了，去了以后，然后里边还有就是我带去那个朋友，我们仨吃的日料。然后当下我其实就有一点点察觉到，可能为什么他会在？但我也没多想。再后来，他们邀请就是酒吧老板让我去吃饭，我也不去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喜欢灰灰的那个朋友，我们吃饭，然后酒吧老板也在，酒吧老板邀请了大概7、8个人一起吃饭，他请客，然后里边有我，有那个朋友，有酒吧老板，还有我带去那个人，反正就大概7、8个人。当时我坐在酒吧老板旁边，然后我带去那个朋友坐在我们正对面很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大桌子。当下其实我跟那个酒吧老板还在那块拌嘴，紧接着我们就喝完酒就去就吃完饭就去他酒吧喝酒，也是在一个包间里边。然后因为我跟酒吧老板的事情，其实所有的员工基本上都知道，所以就是芝麻里边有一个叫晴儿的一个酒吧老板，那个女孩其实是那个店的营销，所以她跟我又比较熟，她又知道我跟酒吧老板的所有的事儿。然后那天酒吧老板心情不好，然后那个叫晴的女孩就找我说，你过去看一下，我们老板那个情绪不对。然后因为我正跟那个朋友在那块喝酒，我说哪儿不对呀？他说你去看一眼，你去哄哄。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的，我就过去看了一眼，然后我发现没啥事儿，我就走了。走了之后，然后过了一会儿，这个女孩又找我说，你去看一眼。我说我就往那边看了一眼，我说没啥事啊。他说他俩在吵架。我说谁呀？然后紧接着我就看到我带去那个人和酒吧老板在吵架。我说他俩吵什么呀？紧接着我就过去了，我说你俩怎么了？他俩说没事。
没事儿，然后这个时候我带去的那个人就拉着我的手，他喝多了。我说啊，我说那你俩吵什么呢？没吵什么。百里，怎么了？我真的挺感谢你的，要不是因为你，我都不会认识这么多好朋友。干嘛说这些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假如，我是说假如啊，我要是跟他在一起，你会生我的气吗？啊，不会啊，你只要提前跟我说，我就不会生气啊。没事儿，你们喝吧。这个时候，酒吧老板就突然坐在我俩的中间，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这个我带去那个人。你俩说什么呢？然后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没说什么，你怎么了？你心情不好啊？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打算，我就说可能是业绩的问题，我再去充2万。正常我应酬，因为他那边消费特别高，一顿酒就要5、6千，那么多人可能1万块钱呢。我就说那我再充2万，以后我也会经常会过去消费嘛。然后我就打算离开，他就拉着我的手，他说：“百里那个怎么样，咱们仨怎么样？”我说：“你俩别说，我说你俩有什么话吧，咱们到旁边的包间去说，因为我就怕他说什么，而且那么多人，就是包间里大概7、8个人呢，怕他在那块胡说八道什么，我就说那咱们仨去旁边包间说去。”挡不住，拿起麦克风，你们先别说话，我公布个事儿啊，我跟他在一起了。然后你知道，就是他公布这个事情以后，就是在场的所有人都 monkey，在场所有的人不看他们，在看我，我就非常非常的下不来台。我说你，我就真的我说你真他妈不要脸，我说你真他妈不要脸，我说你真是够了。然后酒吧老板就喝多的状态，他说我不要脸，你的意思就你对了，我们都错了呗。我不想再说了。然后我就是拎起东西我就要走嘛，因为冬天的时候有羽绒服，我就走了。走了之后，我就再也就是大概半年左右我都没去那个酒吧，直到有一次，我另外的就是我们这帮朋友，有人跟我说那个一起吃饭，结果我们吃饭马上到下一场，他就说我们下一场要去那个酒吧，你去不去？我说我不去。他说你为啥不去啊？我说我干嘛要给他增加营业额呀？本身这个事儿就挺恶心的。他说你不用不好意思，该尴尬的是他俩。然后就激将法就把我激去了，激去了以后，然后我坐在那，我其实就有一点点，因为半年都没去了嘛，然后员工还认识我，然后就和我打招呼，我也很尴尬。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那块东张西望的时候，有个人从背后扶着我的头，靠着他的肚子，我一下我就知道是谁嘛，然后那一下就真的一下就释怀了。我这个人真的是好奇葩，就是一下我就释怀了，就是因为他如此亲密的一个动作，我就一下我就释怀了啊，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事儿。
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后来我也很少去，但是后来因为我开酒吧了嘛，然后只要每次回深圳，每次回北京的话，都会去他酒吧去偷师，就看他酒吧在弄什么，我就照搬回去，然后就一来二去在他那消费了点钱，然后每次应酬也是在他那个酒吧，所以你知道后来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其实他那个时候是为了气我，才当着所有的面儿去公布了他俩在一起的事儿。然后我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就觉得怪不得。但是其实我还不确定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直到上一次我去北京，我前一段时间不在北京吗？我没有聊起这个事儿。然后他自己跟我说，他说当时确实是因为气你，而且他俩在几个月之后就分开了。对，几个月就分开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不是发了一个这个抖音，抖音上跟我合照的那个人其实就是我带去的那个人。所以你们说我发的那个抖音上的那个人是我的新欢，其实不是我的新欢，是就是我带去那个人，然后酒吧老板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所以我们拍了一张合照，就是那一刻我终于就可以面对这层关系了。对，所以我就发了一个算是世纪大和解的一个合照。但其实我一直也没有责怪我那个朋友，没有责怪我带去的那个人，但我确实会觉得说，什么事儿？是你们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就是我当下我就是会觉得很尴尬，本能的就选择离开。而且我几乎很少就是说能让我，就是感情里边我是一个不会吵架的人，别人跟我吵架我一定不会吵。我在感情里边别人跟我吵架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吵，我一般都是别人跟我吵，然后我在那块忍受，然后别人逼我，然后我再反击回去，我是这种人。拍的剧叫啥？拍的剧拍了好几部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一部。哭得稀里哗啦，有好多人看了不同的剧都稀里哗啦我不是摩羯座，我是金牛上升白羊我金牛上升白羊。我之前是典型的金牛座，就是别人跟我吵架，我完完全全就是我憋着，就比如说我对象如果说跟我有一些矛盾，好，我憋着，我不说，然后我也不搭理你，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我要说话的话，一定是吵架，俩人就吵起来了。那好，那我就忍，然后忍，但是你知道，一般的星座就是你不跟他吵架，他会逼你爆发出来。我就是那个被逼出来的，然后我就会跟他吵现在我是白羊座，比如说谁要惹我的话，我可能就会直接跟他 battle 我现在是白羊座。第一部最火，我现在有2部戏都算是比较火你说的第一部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一部，我2部戏都算是热度还算是可以的都有人说还比较感人的。
问一下豆包，豆包也不知道啊，豆包不认识我呀。什么动？拍哪个作品啊？你说的是哪个作品？就是你们告诉我是哪个作品？我拍了好几部，我也不知道你们说的是哪一部。当时是什么动力？当时就是什么动力？就是感兴趣。我就是会觉得说，像我们这种长相和我们这种情况、身材、外貌，没有机会演戏，那我们就自己创造机会呗，对吧？我们就自己创造机会就好了。谁剧组会找一个同性恋拍剧啊？龙二，包括卡卡，包括龚大虎，他们都进不了常规的剧组里边。所以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做导演，自己做编剧，拍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就自己做主嘛。就好比就是现在很多做自媒体他们其实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比如说有一些跳舞的一些博主，他们会自己自己组团，然后自己拍，找那个摄影师，自己租舞蹈室，然后拍视频出来。他们其实也没有任何盈利的一些，对，因为他们喜欢 K-pop，对吧？龙二背你那段有什么好哭的？是觉得龙二不容易背了我是吗？龙二背我有什么好哭的呀？他好不容易，他真的好不容易，他背了白衣屠夫，他好不容易，好心疼他。是这样的，是因为有人背你哦。行，感同身受。我不能感同身受，我不知道你在表达什么。那个人演技太好了，触景生情了。行了，我下播了。我下播了，改天咱们再播。眼睛有点睁不开了，眼睛涩涩的。拜拜吧。